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我最近的底妆，因为最近还蛮常出国，所以就研发了一个适合敏感肌、适合我自己的底妆，最好是持久一点，同时可以增强防晒的效果。经过上一次去邮轮底妆部分，我稍微有修改一下，我也会把之前画的底妆一半一半给你们参考，所以我今天打算一半也是用之前上的底妆的方法，另外一半呢是用我现在改良过，因为我准备也要出国了。这一集是蛮适合敏感肌想要画底妆的朋友们参考的。我刚刚已经保养完，现在是早上，我要先上一层纯物理性的防晒。这一款是 The Lab 的纯物理防晒，曾经分享过，不多介绍咯。这个我整脸都会上哦，正常的量。刚上完防晒之后有一点泛白，过一段时间它会比较自然一点，可能提亮效果还是会有，但是会比较淡一些。我会先等这个防晒吃进皮肤之后再上底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开始画底妆部分了。我之前有曾经分享过，可能在 Instagram 有分享一个短影片，有分享我在旅途中怎么样画我的底妆。当时呢，我是用 The Lab 的物理性防晒，之后再叠擦这款 Dulce 的蓝色素颜霜，它也是有 SPF 50度加 PA4+的防晒系数，可以增强防晒的效果。可是它的素颜效果还是偏自然一点，比较白一点的，不会有很明显的粉感，所以如果皮肤没有那么白皙，可能会有点奇怪。所以我这一次想要改一下方向啊，混一些有颜色的 BB 霜，敏感肌可以用的 BB 霜。那我这一边还是用回之前的方式 ，Dulce 这一款防晒素颜霜，先上半边脸，它的颜色是蓝色，我曾经有详细分享过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看回之前的。用量可以不用那么多，因为前面有擦一些物理防晒，就不要叠那么厚了。镜头看起来好像没有差很多，但是这边可能会比较厚一点啊，遮瑕度还是有提升的。那现在的颜色还是偏白一点的，它会随着时间稍微追踪皮肤的肤色，会比较自然一点。但是它最后还是偏白的，皮肤比较深的朋友们是没有那么适合的。不过我觉得这种化妆的方式可以减少皮肤的负担感。好，这边就先让它融入皮肤。另外这边我打算用这款 Purito 的 Cica 积雪草的 BB 霜。很久之前有分享过，它的成分是适合敏感肌使用的，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G 添加，有多种的积雪草的保养成分，里面有4种的防晒的成分哦，2种的纯物理性防晒以及2种的化学性防晒，因为它是蛮有存在感的，颜色是很像粉底液，大家看它的颜色。其实它蛮服帖的，单独使用也是很好的。但是我想要增强它的自然度，更加的没有粉感，所以我会混在纯物理性防晒里面使用哦。这个 BB 霜是有不同的颜色，目前我用过一个偏灰调的21号色以及13号色，我觉得13号色应该更符合我的皮肤，13号会再白一点、亮肤一点的。那我挤一些干干的物理性防晒在手上，然后再挤一点，大概1:1的分量。你可以自行的去调配。如果你想要底妆更加的温和，纯物理性防晒的比例可以偏高一些。2个混在一起，就变成这个颜色了。我们开始咯。
我们看一下两边在镜头上并没有差很多，但是略略看得见这一边的妆感有比较接近肤色更自然一点呢，但是遮瑕度都是一样好的。我会建议第二层上的素颜霜还有 BB 霜要轻薄一点，尽量少一点呢，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卡粉，比较可以维持一整天，不会觉得怪怪的。因为刚上完这个粉体会比较浮上来，要等一段时间让这个粉底更融入皮肤。这个时间顺便多分享一下 Perito 这一款的 BB 霜啊，它里面除了有多种的积雪草的提取物之外，有添加 B5、尿囊素、烟酰胺等等的保养成分，另外添加了4种的防晒成分。它本身这个产品好像没有标明有防晒系数，可是它的防晒成分蛮足够的，一定是有达到这个标准的。另外这一款是纯素配方，后面有列明的。曾经分享它的时候，我是不知道它是有防晒系数，也没有去仔细看这个防晒成分。现在我看成分更仔细一点，发现它确实是有防晒的效果，成分很不错，有舒缓的成分，保湿度很好，质地很好推开，同时它的防晒成分也蛮足够的。如果皮肤比较深的朋友们可以挑比较深的颜色，它是有很多的肤色，其实也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跟你的纯物理性防晒混合一起使用，这样的使用就非常的弹性了。现在粉底有比较刺激皮肤了，之后我会先上一层蜜粉，用的是 VT 的神经酰胺蜜粉，这款紫色蜜粉我超级喜欢，它里面有5种的神经酰胺成分，还有一些积雪草的成分，它是没有颜色的，属于透明色。它的粉呢是紫色调，可是擦到皮肤只有一点点提亮皮肤的肤色，变得比较雾面而已啊。它使用的感觉会有一点点清凉感，虽然会让皮肤看起来比较雾面，但是蛮保湿的，你用用看就知道了，非常的喜欢这款。它还有出黄色维他命 C， 这个有防晒系数，也有一些维他命 C 美白的成分哦。另外还有一款是 Original 的，它是纯白色，它是最控油的一款，就更适合偏油肌肤使用。但是我个人觉得黄色这款也有一些控油的效果，这3款出来的效果并没有差很多，主要是肤感保湿度不同而已。紫色其实它不会让你皮肤很保湿很油，它还是会有定妆的效果，它用到眼周比较不容易产生干燥的问题，而且我觉得紫色成分它更修复，就特别适合敏感肌使用，油皮的敏感肌也是可以用它来打底。反正你之后啊也是会叠擦一些防晒的粉饼，我等一下会叠擦敏感的油皮，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。紫色这一款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，价格又不高，可以比较一下。3款使用完，我是最喜欢紫色的。那我使用它不会直接用粉扑，因为很容易卡粉，我会倒在盖子上。我等一下这边上黄色给你们看吧，那这边我就上紫色。蜜粉部分上的时候要小心哦，轻轻的，尽量不要毁掉这个妆容。大家看，就变得比较雾面了。眼睛这边记得要把它印开，有极限的部分再定妆。好，这边就完成了。另外这边我用黄色示范给你们看，其实出来效果是差不多的。它里面的颜色是米黄色，粉质很细。大面积的霜会比较均匀，刚刚用小的，这边有点卡了一块。刚刚下笔的时候太集中在这边。好，
应该还是看到区别，这边比较保湿一点了，然后看到这边还是保留一点点光泽感，这边会变得比较雾面一点，的确这边比较干爽一些，但是上完之后感觉不会拔干。这个时候我们再讲解一下 VT 的蜜粉哦。先讲一下黄色这款蜜粉，它是有积雪草加维他命 C 的配方结合，有烟酰胺，还有沙基果实提取物，也称为维生素果提取物，可以帮助亮白，以及它有添加防晒成分氧化锌，因为它还有添加玻尿酸的成分，蜂胶萃取物，它是有 SPF20 PA 2个加的防晒系数，是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沙基果实提取物这个成分，它本身是有很强的抗氧化以及帮助舒缓美白的效果，很多的敏感肌美白的产品都喜欢添加这个成分。烟酰胺可以帮助控油、美白还有抗氧化，积雪草可以帮助舒缓，蜂胶也可以帮助皮肤消炎镇定，它的成分真的还蛮不错的。另外紫色这款呢，它就没有防晒的功能哦，没有防晒的成分，里面是有添加多种的积雪草的配方，还有5种的神经酰胺的成分，植物鞘氨醇、胆固醇、蜂胶萃取物都是不错的，也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。好，另外这款白色 Original 这一款哦，它也是没有防晒的功能，主要成分添加了多种的积雪草的配方，神经酰胺 MP、芦甘石、B5、金盏花萃取物、玻尿酸、维他命 E 以及蜂胶萃取物。芦甘石这个成分很常添加到一些防晒素颜霜里面，它可以帮助皮肤修饰的效果，同时有舒缓的功能，很适合敏感肌使用的，因为它有添加神经酰胺 MP 还有 B5 都是可以帮助舒缓镇定的。看到这3款的蜜粉呢，主要成分都含有多种的积雪草的配方以及蜂胶的萃取物，3个都是不错的，成分很好，很推荐的，是我目前用到最推荐敏感肌使用，因为它性价比高，有官方网站，所以很容易买到。那这3款就分享给你们。现在的底妆已经有更融入我的皮肤了，最后就要上防晒的蜜粉饼。这款 iHarder 的防晒粉饼是必用的，之前分享过的防晒蜜粉，这款也是不错，很细致。可是如果直接用它来补妆，拍到脸上很容易卡粉欸，会一块一块，不容易弄均匀。用它的方式最好是要用化妆勺这样子点一下去拍打去使用，慢慢的叠上去，而且不能涂太多，很容易卡粉，不太适合在外面补妆，比较不方便。但是这一款也是很不错的矿物粉，有防晒的功能，有 SPF46 PA 3个加的防晒系数，这款是很不错的产品。iHarder 这一款呢，有 SPF 4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，而且里面含有传明酸美白的成分，很适合敏感肌。这2款都是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，都没有香味的。iHarder 这一款呢就非常服帖，比较不容易卡粉哦，用它没有卡粉过，而且它的粉扑非常好用。我会建议粉扑每次用完都要清洗干净哦。好，我们就先上这一边，通常我会脸颊这一边的颧骨比较容易长斑的部分呢，我会多上一些，大家可以看到。第一下的最好是用量少一点，慢慢的上，比较保险一些。其实虽然它也没有什么卡粉的问题。刚刚我用的粉量其实蛮多的，少了2、3下，但是安全起见，其实一点点上会比较好。它这边就遮瑕度提高了。这边我会上比较多一点，那其他可能轻轻带过。就不会刻意上太厚重的粉。有些痘印，你可以先用遮瑕膏局部先盖一下，最后再上蜜粉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我只会集中在颧骨这边会上多一些，其他地方都是轻轻带过的，这样就可以增加防晒的效果了。好，另外这边我也上给大家看，这边也是有一些斑点的。
上这个粉饼的时候，我是慢慢印上去的，不要用擦拭的方式会花掉整个妆容。慢慢点上去，因为眼周这边很容易会干，比较容易卡纹，所以这边尽量不要上太多粉。通常我是这边旁边会上多一点，然后慢慢晕过去就好了，不要太靠近眼周，这边很容易卡粉的。好，整脸均匀的上完了，很明显遮瑕度有变高。现在看好像两边的差异感并没有太大，可能要看回播才看得清楚。荧幕上应该会看得比较清楚，我还是觉得这边应该会比较自然了，遮瑕度更高，而且比较服帖一点。这边大家近看就比较清楚一些。这边还是有一点颜色嘛，会比较不会差异太大。这边还是比较白一点的，应该。化妆的时候可以上一些修容，上完之后就会很融合，不会有违和感了。我觉得我现在上完之后还是有一个问题，我脸颊这边毛孔因为之前长过痘，有一些痘坑还是比较明显，所以我需要再上一层蜜粉，有颜色的蜜粉，而且要够细致去揉进去这边。那蜜粉一定要选比较服帖、很细致、不容易卡粉的。我选的是这款的日本品牌矿物蜜粉。这个蜜粉它有多种的神经酰胺成分，也是养肤型的，而且它里面有一点点很细致的亮片，它可以很好的修饰皮肤的毛孔。你可以看到它有一点亮亮的效果，不是很明显，很自然的。这个就可以直接用它的粉扑，它粉扑超好用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毛孔，上完之后这样拍进去，就会更细致、更柔焦一点。一定是最后才上了这个。有没有更柔焦了？其他可以轻轻带过，主要是这边的毛孔，这边的遮瑕度比较低一点。上完之后有修饰一些。可能会有人在想，为什么前面不直接用这款蜜粉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前面如果上这个蜜粉的话，卡粉的几率会变高。平常使用是不太卡粉的，可是因为毕竟它是有颜色，你会很明显增加皮肤的粉感，比较难掌控。所以前面最好是用透明的蜜粉，不会有任何颜色的那种。先定妆了，它没有那么的黏，之后再上呢会更容易掌控。那这个蜜粉呢，我都是局部使用。主要它是填补毛孔嘛，就是剩下蜜粉填不到的部分，用粉扑这个工具会比较容易填补毛孔。前面如果我直接用这个粉扑，就会很容易卡粉，我有试过，还是要选工具。那这个粉扑本身它就附赠了，这是我综合这么多次的经验，这样子的用法是最安全的。底妆部分呢就完成了，我现在非常的舒适，完全不会干燥，有保湿度，但是表面是清爽雾面的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这样的画底妆的方式，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不会太白啊。韩系的妆容就是脸部稍微会亮一点。现在我再上修容给大家看，上完之后应该会更自然一些。马上变瘦。我本来出国不打算带修容，但是我上一次去游轮嘛，我发现影片出来还是需要修容的。可能平常看觉得没有什么差别，但是上镜头它很多角度，看起来那个脸型会比较紧实一点。没有修容，如果脸部很白，看起来是比较平面的，会比较松弛。像这样子就很融合了，不会有太白的问题咯。底妆完成之后，人中都会变长，因为这边
变白了，嘴唇边边被遮掉了，所以看起来会显老。我要补一下这个唇笔，这个唇线笔很好用耶。一开始觉得它有点粗，但是它的颜色上到嘴唇，尤其是上镜啊，非常的明显。它比起我之前分享的唇线啊，我用起来比较起来，它是更符合我的唇色，更自然一点，可以很自然的修饰线条，而且你可以把它当成唇膏去涂抹，但是它会比较干一点啊。前面可以擦一些护唇膏。这个唇线笔这个颜色超级多韩国的 YouTuber 推荐了，他们很常用这个颜色。超级嫩，这个叫三文鱼色，鲑鱼的颜色。我用的色号是002号色。画完了。我看起来整个质感就有提升了。好，今天只介绍这个底妆部分，介绍太多时间就会太长了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喽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